晚上好，今天我会带来墨西哥古稀的女人。在墨西哥和拉丁美洲的夜晚，当月光洒在寂静的河面上，微风吹过村庄的玉米地，你可能会听到一种让人毛骨悚然的鼓声。那是一种撕心裂肺的哀嚎，仿佛承载了无数的悲伤和悔恨，伴随着一句反复的低语：我的孩子在哪里？我的孩子在哪里？这是哭泣的女人的传说，一个在墨西哥文化中流传了数百年的令人不安的故事。哭泣的女人的故事发生在16世纪的墨西哥，那是一个西班牙殖民者刚刚征服阿兹特克帝国的时代。它的名字在西班牙语中的意思为哭泣的女人。传说中，她是一个名叫玛利亚的年轻女子。玛利亚出生在一个贫穷的村庄，她有一双明亮的眼睛和一头乌黑的长发，美貌让她在村子里小有名气。她爱上了一个来自西班牙的贵族男子，他英俊富有，承诺会给他和他的家人带来更好的生活。很快，两个人坠入了爱河，生下了2个可爱的孩子。但这段感情并没有幸福的结局。那位贵族男子来自一个重视门第的家庭，他的父母绝不会接受一个贫穷的印第安女子。为了保住自己的地位，他开始疏远玛利亚，甚至在城里娶了一个符合他身份的女人。当玛利亚得到这个消息，她的世界崩塌了。她无法接受自己被背叛，更无法接受她的孩子们将失去父亲的爱。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，玛丽带着2个孩子来到了村外的一条河边。她站在河岸上，泪水模糊了她的视线，内心的痛苦和愤怒交织在一起。她看着2个无辜的孩子，他们的脸上还带着天真的笑容，但他却感到一种扭曲的绝望。他觉得自己无法独自抚养他们，也无法面对他们将来可能遭受的屈辱。于是在极度的悲痛和疯狂中，玛利亚做出了一个令人震惊的决定。她将2个孩子推入了湍急的河流，孩子们在水中挣扎，呼喊着妈妈妈妈，但玛利亚只是站在那里，泪水和河水一起流淌。很快，河面恢复了平静，孩子们的声音消失了，
就在那一刻，玛利亚的理智仿佛被拉了回来，她意识到自己做了什么。她尖叫着跳进河中，试图挽救她的孩子，但为时已晚，河水无情地吞噬了他们的身体，也带走了他的灵魂。从那天起，玛利亚变成了哭泣的女人，一个被诅咒的灵魂。她被困在人间，永远无法进入天堂，因为她亲手杀死了自己的孩子。传说中，她每晚都会在河边游荡，哭喊着寻找自己的孩子，试图弥补自己的罪行。然而，他永远也找不到了他们。他的哭声也成为了墨西哥夜晚最恐怖的回响。哭泣的女人之所以能流传数百年，不仅仅是因为她的故事，更因为许多人声称自己亲眼见过她，或者听到了她的哭声。这些目击者的事件遍布墨西哥和拉丁美洲，甚至传到了美国西南部的墨西哥的一社区。据传说，在墨西哥城郊外的一个小村庄，有一个名叫特里波卡河的小河，周围的茂密的玉米地和低矮的房屋。20世纪80年代，当地村民开始传言，每到满月之夜，河边就会出现一个白衣女子的身影。她长发被遮住了，身体似雾，漂浮在水面，发出低沉的声音：“我的孩子，我的孩子在哪里？”一个名叫胡安的村民回忆说，他曾在1985年的一个满月之夜亲眼见过哭泣的女人玛利亚。那天他喝了一点酒，回家，河水的流动声在夜色中显得格外的清晰，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潮湿的泥土气息。突然，他听到了一阵低沉的哭声。起初他以为是风声，但哭声越来越清晰，带着一种让人心悸的悲伤。他停下脚步，朝河边看去，只见一个白色的身影站在水面上，身体微微摇晃，仿佛随时会消失。胡安的酒意瞬间消散，他感到一股寒意从脚底升起。他想跑，但双腿像是被钉在了地上。那白衣女子慢慢转过头，露出一张苍白的脸，她的眼睛是2个黑洞，泪水从眼眶中流下，滴入河中。她的哭声变得更加尖锐，仿佛在呼唤着什么。胡安终于回过神来，尖叫着跑回了家，鞋子都在慌乱中跑丢了一次。从那天以后，他再也不敢在夜晚靠近那条河，甚至连白天经过时都会感到一阵莫名的恐惧。
哭泣的女人的传说不仅限于墨西哥，在美国的德克萨斯州的墨西哥裔社区也有类似的目击事件。2001年，圣安东尼奥市的一对年轻夫妇在深夜开车经过一条偏僻的河道时，遭遇了一件让他们终身难忘的事。那是一个没有月亮的夜晚，周围一片漆黑，只有车灯照亮了前方的路。车内的收音机播放着轻柔的音乐，但突然他们听到了一阵奇怪的声音。起初他们以为是猫叫，但声音逐渐变成了女人的哭泣声，伴随着一句模糊的西班牙语：“我的孩子，我的孩子。”夫妇俩对视一眼，感到一阵不安。他们停下车，用车灯照向河边。灯光下，他们看到一个模糊的白色身影站在水面上，长发披散着，双手抱头，似乎在痛苦地哀嚎。他的身体半透明，仿佛随时会消失在黑暗中。女方吓得尖叫起来，男方试图下车查看，但白色身影突然消失了，只留下一阵冰冷的寒风吹过，车窗上甚至结了一层薄薄的霜。夫妇俩惊魂未定，赶紧开车离开。事后他们将这件事情告诉了墨西哥一老人，老人告诉他们，他们遇到的可能就是哭泣的女人玛利亚。老人还警告他们，如果哭泣的女人玛利亚靠近你，千万不要回去，千万不要回应她的哭声，否则她会把你当作她的孩子，带你走入河中。从那以后，这对夫妇每次经过那条河道时，都会感到一阵莫名的寒意。在危地马拉的一个偏远村庄，当地人相信哭泣的女人会出现在村庄附近的一条小溪旁。2010年，一个名叫卡洛斯的年轻人在深夜去溪边取水时，遭遇了一件让他毛骨悚然的事。那天晚上，村庄里一片寂静，只有蛐蛐的叫声在夜色中回荡。卡洛斯提着水桶，沿着小路走到溪边，月光洒在水面上，映出了一片银白色的光。就在他弯腰取水时，他听到了一阵低沉的哭声。他起初以为是村里的某个女人在哭，但他抬起头时却发现溪边站着一个白衣女子，她的身体半透明，漂浮在水面上，双手伸向卡洛斯，嘴里不停地喊：“我的孩子，我的孩子，跟我来。”他的声音低沉而哀怨，仿佛从很远的地方传来，又仿佛就在耳边低语。
卡洛斯吓得扔下水桶，水花溅了一地。他感到一股冰冷的寒意从背后袭来，仿佛有什么东西在拉扯他的衣服。他拼命跑回了村子，鞋子的泥泞在小路上滑了好几次，但他不敢回头看。回到家后，他告诉村民们自己的经历，但村里的长者都说卡洛斯很幸运，因为他没有回应哭泣女人的呼唤。长者解释说，哭泣的女人会用她的哭声引诱人靠近，尤其是孩子或者年轻人。如果有人回应她，他会认为那是他的孩子，将其带入水中，永远消失。在墨西哥哈里斯科州的一个小村庄，1990年代发生了一件集体目击事件，让哭泣的女人的传说更加深入人心。那是一个夏天的夜晚，村里的几个年轻人决定在玉米地里聚会。他们点起了篝火，喝着自制的龙舌兰酒，笑声在夜色中回荡。就在午夜时分，空气突然变得冰冷，篝火的火焰也变得温热起来。一个名叫索菲亚的女孩最先听到了哭声，她停下手中的酒杯，皱着眉头说：“你们听到了吗？好像有人在哭。”其他人起初都不以为，但哭声越来越清晰，带着一种让人心悸的悲伤。哦，我的孩子在哪里？声音从玉米地的深处传来，仿佛在慢慢靠近。几个年轻人站起来，朝声音的方向看去，只见玉米地里出现了一个白色的身影，那是一个身穿白裙的女子，长发披散身体似乎漂浮在地面上。她的哭声越来越接近，带着一种让人无法抗拒的哀怨。几个年轻人吓得魂不附体，有人尖叫着跑回了村子，有人则待在原地动弹不得。索菲亚后来回忆说，她清楚地看到了那个女人的脸，她的眼睛是2个黑洞，泪水从眼眶中流下来，滴在地上，竟然冒出一阵白烟。最终，村里的长者赶来，用祈祷和圣水驱散了那个身影。长者告诉他们，他们遇到的就是哭泣的女人玛利亚。她经常在玉米地里游荡，寻找她的孩子。从那以后，村里的年轻人再也不敢在夜晚去玉米地聚会，甚至连白天经过都会感到一阵莫名的恐惧。在墨西哥尤卡坦半岛的一个丛林的村庄，2005年发生了一起与哭泣女人玛利亚有关的神秘事件。
夜晚失踪了。那天晚上，佩德罗的母亲让他去村外的小溪边去睡，但他的离开后就再也没有回来。村里的人组织了搜救队，在丛林中找了整整3天，没有任何线索。在第4天的深夜，一个搜救队员的小溪边听到了哭声，那是一种低沉而哀怨的声音，伴随着一句西班牙语：“我的孩子，我的孩子。”他循着声音走去，看到一个白衣女子站在水面上，长发遮住了她的脸，双手伸向空中。但他注意到女子的脚下有一只孩子的鞋子，正是佩罗德失踪时穿的那一只。村里人相信佩罗德被哭泣的女人带走了。他们在溪边举行了仪式，用祈祷和鲜花祭奠佩罗德的灵魂。从那以后，村里的父母再也不让孩子在夜晚靠近小溪，甚至白天都格外小心。佩罗德的母亲后来回忆说，在他失踪的前一天的晚上，他曾经梦到一个白衣女子站在他的床边，低声说：“把你的孩子给我。”哭泣的女人玛利亚的传说已经流传了数百年，但她的哭声依然在墨西哥的夜晚回响。她是一个被诅咒的灵魂，永远在河边游荡，寻找她永远无法找回的孩子。她的故事让我们感到绝望的毁灭性力量，也让我们对未知充满了恐惧。无论你相信它是真实的存在的鬼魂，还是仅仅将它视为一个民间的传说，它的哭声都提醒我们，有些罪恶是无法洗刷的。下次当你走在河边，或者听到远处传来一阵低沉的哭声时，不妨停下来听一听。也许那是哭泣的女人玛利亚在呼唤她的孩子，也许她只是在诉说她无尽的悲伤。无论如何，这个哭泣的女人已经成为了墨西哥文化中不可磨灭的一部分，她的恐怖传说也将继续流传下去，直到时间的尽